在几个主要的政治力量当中，美国、欧洲和俄罗斯都在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衰退，只有中国仍然处在蒸蒸日上的期间。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报明说。这期话题说的是乌克兰战争意味着世界秩序的重建吗？中国是不是面对着百年未有的机遇呢？乌克兰战争的爆发引发了国内不少战略研究学者的分析。有些学者认为这场战争不但是美国倒行逆施的结果，也是建立新世界秩序的机遇。我有同感。如果用传统历史研究的眼光来看，从一战到现在整个地球的历史一直是处在动荡之中。一战打了5年，然后仅仅过了21年就爆发了二战。在这2次世界大战期间呢，还发生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，这里面就包括苏联的建立、苏波战争、中国的9·18事变和中国对日本的抗战。二战结束以后，爆发了中国的解放战争，随之而来的就是朝鲜战争和长期的冷战。冷战在1991年结束，到现在已经30年了，看来世界格局又要发生颠覆性的变动了。尽管世界动荡不已，但新中国自建立以后，我们始终保有了一个安全的生存环境，保证了国家建设没有中断，人民的和平生活得以持续。不得不让人感慨，虽然我们并没有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，但我们确实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。乌克兰战争的爆发原因是非常清晰的，北约通过5次东扩彻底地打消了俄罗斯国家和人民的安全感，俄罗斯再不发起反击，就要彻底地沦为二流民族，任人宰割了。但是俄罗斯的反击会不会带来世界秩序的重建，或者是世界格局的重新划分呢？可能没有那么容易。记得冷战刚刚结束的时候，我们中国的领导人就提出要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秩序，要建立新的国际秩序。但是西方国家是置若罔闻根本听不进去，因为华约集团的消失，北约如日中天，他们可以腾出更多的兵力，用武力解决国际问题。随后就相继发生了海湾战争、伊拉克战争、南斯拉夫战争、阿富汗战争等等。西方还动用颠覆手段，先后在突尼斯、埃及、乌克兰、叙利亚等许多国家策划颜色革命，发动内乱，搞乱了许许多多的国家。西方国家试图建立起一个完全由他们主宰的世界秩序，显然这并不是什么公正公平的新秩序，而是完全由西方，特别是由美国来操纵和控制的秩序，是压榨和蝼蚁第三世界国家的秩序。我们从一系列的事件当中，不仅仅能闻到霸权主义的气息，更能够体会到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卷土重来的企图。中国和俄罗斯虽然反对西方的这种新秩序，但是一直没有采取激烈的对抗措施。一方面是因为长期以来中俄的国力无法和西方相比，另一方面是因为两国还是希望能够通过沟通的方式来解决问题。但是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都是采取步步紧逼的态度，这里面的原因也很复杂。中俄都是人口众多、幅员辽阔的大国，并且都拥有核武器，也就是说，中俄具有随时掀翻美国秩序体系的能力。特别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断地取得成就，不久的将来在 GDP 上超越美国，在常规军力上追上美国，已经是不可阻挡的预期。有中俄的存在，美国想要的国际秩序是无法实现的。所以进入21世纪以后，美国一再想办法从各个角度打击颠覆中国和俄罗斯的政权。中俄不断地用各种手段加以反击，终于这场斗争在2022年的春天演变成了乌克兰战争。这也预示着美国过去30年妄图打造的美国第一的国际秩序面临着严重的挫败。正所谓一经落而万物生，如今乌克兰战争激战正酣，但美国霸权的衰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。世界政治舞台上的所有主要力量都会站出来力图有所作为。欧洲、俄罗斯、中国甚至印度当然都有自己的主张。
我觉得这儿特别需要警惕的是，二战的两个战败国德国和日本现在都已经采取了实际行动，有采取了实际的措施，要站起来说话了。过去100年的国际秩序实际上是英国建立、美国继承和发展下来的，但是如今呢，英国早就收缩成一个地区性的国家，美国的衰落意味着其他国家有更大的发言权。这次变局最大的特点就是中国不再是可以被人随意交易的棋子，而是成为了棋手。不但如此，在几个主要的政治力量当中，美国、欧洲和俄罗斯都在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衰退，只有中国仍然处在蒸蒸日上的期间。因此我们不趁此机会伸张正义，推动建立一个符合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安全与利益的新秩序，更待何时呢？